最近啊，住在我隔壁的神力大小姐突然找到我，说她打算买台保时捷 Taycan， 但家里人不同意，觉得都买保时捷了，肯定要油车才正宗。718、911难道不香吗？神力大小姐很无奈，跑过来向我求助。我告诉老丈人 ，Taycan 首先是台跑车，其次才是台电动车。Turbo S 100公里加速只需要 2.8 秒，以7分42秒成绩打破纽北最速4门量产电动跑车记录。这台电车也有着极致的驾驶感受。二来 Taycan 的价格确实有点香，最低配价格起步只要89万8千，还能免购置税，这不是白送不要钱吗？在我的安利下，老丈人自己有些心动，神力大小姐再次被我的才华所折服。在二位清楚的强烈要求下，我决定制作一期 Taycan 选配指南和大家分享。因此这一期视频我将手把手指导大家如何配置一台适合自己的保时捷 Taycan， 全网最细没有之一。我会按照官方的选配顺序，着重讲清楚每个选装项的区别和作用，以及都适合哪些人群。如果你正好准备买一台 Taycan， 相信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也欢迎未来的保时捷车主们给我一个收藏啊，以后肯定用得上。另外，目前所有保时捷车型，像911、帕梅、卡宴，我们都有做相对应的选配指南手册，可以在评论区免费领取。最近我做了保时捷资深车友交流群，已经有近240名伙伴在里面交流了，基本是全 B 站最大的线上车友会。如果有感兴趣的车友，也可以看我评论区置顶入群，都是同好，欢迎一起玩车呀。好，废话少说，我们直接开始。首先我们打开保时捷官网，点击 Taycan 的车辆配置器，其中分为普通版 Taycan 跟旅行车版本。Taycan 无选配的起步价是 89.8 万，旅行车系列起步价是 96.8 万，这多出来的7万，硬件上换来的是旅行车全系标配自适应空气悬挂，默认悬挂高度比普通 Taycan 高了20毫米。并且有个专属的刮我历史模式，可以再升高10毫米。旅行车的轮拱、侧裙以及后保险杠等部位都有黑色护板，起到减少刮蹭、保护车身本体的作用。既然是旅行车，后排空间自然会比普通版宽裕不少。其实 Taycan 这款车真的开出去轻度越野的人，我想是不多的。会选择旅行版本，大部分还是对其外观更青睐。我们以 Taycan 轿跑为例 ，Taycan 车型里可以分 Taycan 普通版、Taycan 4S、Taycan GTS、Taycan Turbo、Taycan Turbo S。不同车型对应着不同性能和配置。为了讲清楚每个选配件，我们就以最基础的 Taycan 车型为例。Taycan 提供黑白2种免费车漆选择，金属漆提供8种颜色可选，价格是10200。普遍选的比较多的是冰金蓝，是很年轻也很科技感的颜色。其次是冰玫粉，博主自己喜欢的是白云石金属漆，特殊色的价格是22100。颜色选配比较主观，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博主经验，黑色会比较显小，在国内开也比较容易脏。细花白和黑玉色的区别在于，普通黑白车漆上多了一些金属质感。Taycan 标配是19寸轮毂，挺丑的。虽说有什么空气动力学在里面，但建议一定要升级。普通车友如果只是家庭开的话，可以看20寸 Turbo 轮毂。21寸轮毂虽然会更好看，也更大气，但轮胎的扁平比会降低，胎壁会比较薄，1年下来可能会遇到鼓包爆胎的情况，舒适度会降低。21寸轮毂里选择 Mission E Design 车轮的话，会要求打包购买价格27600的 PSCB 制动系统。这个制动系统最先是作为卡宴 Turbo 的标配亮相，据说这个制动系统的性能和热稳定性堪比陶瓷制动器，但价格却只要其1/3，且几乎不产生任何制动粉尘，还不会腐蚀生锈。因此保时捷还将 PSCB 做成了白色，这样就可以向媒体宣传保时捷在行驶数千公里后，制动器仍能光洁如新。如果你本身就想买 PSCB， 那么选配这款轮毂也是挺值的。当然，如果你本身买来就是打算改装换轮毂，那就直接挑心仪的尺寸里最便宜的就行。国内的新规是，只要改装轮毂的尺寸大小和原车登记书保持一致，就能直接改。像是 Rate、BBS、SSR 这些大厂的轮毂都可以看看。在很多人眼里，内饰选配基本是最重要的环节，一定不能含糊。有条件最好别上免费的标准内饰，那就是一人造革、软塑料，时间久了有很强的廉价感，出二手都会被嫌弃。不过 Taycan 本身出二手就挺困难的，原因大家都知道。黑色波尔多红的拼色，不少人都觉得有些审美疲劳了。油车配这个颜色还挺合适，但电车更多人心仪黑色恰克米或黑色雅灰的拼色，价格是37700。5.38万的智新真皮内饰，博主是真的相当推荐。采用橄榄叶萃取精华，以可持续的方式揉制，这种面料时间久了之后会越来越有味道，能给一种尊贵华容的感觉。无真皮内饰实际采用的是 Retex 微纤维材料和织物面料，据传这种面料的制作过程可以节省80%的二氧化碳排放，符合电车环保的理念。座椅只需3500就可以上18项，包裹性会更好，属于有预算就可以考虑上的。追求速度的话就直接点上，因为高速行驶时更具包裹感的座椅能有不错的驾驶体验。4+1的座椅布局，4400的价格不是太贵，偶尔用得上的话还是挺方便实用的。一般呀，电车都是把电池平铺在底盘上，这样会压缩足部空间，但 Taycan 发明了一种 Foot Garage 的方式，挖空了后排置脚处，但却不放置电池，而是安在底盘后方，这样就有足够大的足部
布空间，减少长途乘坐的疲劳感。作为通风加热，看自己当地天气情况即可。Taycan SD 组件有3个版本，普通版43100，黑色版46300，碳纤维版本76200。Sport Design 是个相当香的配置组件，增加与车身同色的前后裙板，能让车身显得更加运动，带来外观上的改变。这个组件虽然可以后期改，但买车时选装了特殊漆，还是直接选官配更方便。外部设计、涂装和装饰都看自己的喜好吧，如果预算有限，可以全部不要。传动系统和性能的选配是重中之重。空气悬挂的好处是提高车辆舒适度，但缺点是后期维护费用高。如果对舒适度有要求或者选配的大轮毂，可以考虑上。PTB 的价格是1.38万，保时捷官网的介绍非常复杂，看着云里雾里的。我用大白话解释，就是这个系统能让车日常驾驶时有着更加灵活的转向，20K 在一侧车轮腾空或者失去附着力的情况下，迅速将动力转移到另一侧车轮上，从而使牵引力不会中途中断，达到更顺畅的动力传输。很多人觉得这个只有跑赛道或者玩漂移才用得上，其实也不是，在日常驾驶时，面对突如其来的意外闪避、高速入弯，都可以做到更安全的驾驶辅助，给驾驶员更高的容错率。对于生命安全来说，这是必要的。后桥转向系统的价格是19000，可以提高后轮主动转向的灵活性，缩短低速时的转弯直径。这个系统选配上之后，不管是挪车还是停车，都会更加轻松灵活一些。如果是性价比考虑，可以选择其中一项升级，当然2个都上，2个都不上都没什么关系，看自己的预算和需求吧。我是都会上的。保时捷的这些实用配置，相比那些内饰选装来说，真的性价比极高和良心了。声浪系统我是推荐上的，不懂的人可能会觉得给电车加声浪是脱了裤子放屁，但是真正行驶的时候才知道这个体验感有多爽。它跟宝马 i8 的声浪还不同，它是车内车外都有声浪，沉浸感很强。毕竟 Taycan 的定位是一台跑车，可以直接冲。在保时捷的别的型号里 ，SC 都是无脑冲直接上的配置，如果不选出二手保值率都会有很大影响。但 Taycan 的 SC 真的另当别论，毕竟它是台电车，没有 SC 的 Sport 模式已经很刺激了。SC 的加成并不大，车灯、照明、天窗、内饰选项这些都是看自己的喜好。如果出于性价比考虑，这些都没有太大必要上。有必要强调的技术那一块，7200的变道辅助可以上，6800的全景影像基本是必选的，使用频率比较高、上高速比较多的可以上自适运巡航。不过觉得 Taycan 的那点续航距离，大部分人也不会开着它出远门回老家吧，所以大概率是没有必要装的。提到续航， Taycan 可以选配53100的高性能蓄电池，将标配的79.2千瓦时的电池容量提升到93.4千瓦时，额外提高50公里的续航。其实这个续航提升的效用不算太大，而这个定价相对来说又确实太贵了。如果预算不高的话，不妨把这些钱拿去升级别的配置。不过高性能电池有一个功效，就是增强电机功率。原车300千瓦，升级之后就可以到350千瓦，大概提升了70匹马力。前桥单速变速器以及多出来的109匹马力，确实无法直接用价格衡量的。不过即便是最普通的后驱版 Taycan， 虽然说入门车，但同样诚意满满，搭载800伏架构，后桥2速变速器，外观上跟高性能版本差距并不大。快充条件下 Taycan 仅需30分钟就可以充满80%的电量，如果是城市通勤，几乎不会有续航里程的焦虑。不过真正的小野兽还是要看 Taycan CS Turbo S 这样的车型。 Taycan CS 最大功率320千瓦，100公里加速4秒，最高车速250公里每小时，而 Turbo 最大功率460千瓦，100公里加速3.2秒，最高时速可达260公里每小时，而 Turbo S 100公里加速则缩短至2.8秒。其实这个最高时速的成绩是非常牛的，也是 Taycan 区分于其他电车最核心的一点。要知道大多数电车最高时速只有160公里每小时左右，小鹏 P7 这样的大马力轿跑最高时速只有170公里每小时，这是由电机特性决定的。电机虽然在起步就能获得最大启动扭矩，但会伴随转速的升高而呈现衰减的趋势。电机达到额定功率后会产生反电动势，生成逆向电流，阻碍进一步动力提升。所以别说电动车时代，只看电池不看电机了。Taycan 260公里每小时的最高时速就是在一众竞品里一骑绝尘的。保时捷自1930年创立以来，已经有93年的历史。从第一台保时捷356到911的诞生，以及后来的卡宴、帕梅横空出世，这个品牌见证了汽车工业发展最辉煌的狂飙数十载。燃油时代，保时捷是当之无愧的赛道之神，是一众跑车里最璀璨的明星。而在电动浪潮下，保时捷依然没有躺平，推出 Taycan 车型，用实力证明自己华丽转型的成功。在纽北之巅，保时捷将依然用所向披靡的战绩证明自己既代表燃油时代的辉煌，也同样会是未来时代的引领者。保时捷无可替代。